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这一集影片啊，是一个久违的系列影片，豪哥来帮你选车。这个系列大概在7、8个月前啊，我们有出过一个影片，那时候那个影片的讨论度其实还蛮高的。最近呢，我们就收到一个 email， 我先念一下那个 email 给你们听啊，就讲阿豪哥你好，我从中学开始看你的 video 了，现在刚读完 diploma 出来做了半年的工，每个月薪水大概是2800到3000块啦，住家里，晚餐在家里吃。我想跟我的同事一样驾 BMW 或 Merc， 要看中最新款的 Merc GLA， 可以帮我拍一集影片介绍一下吗？或者你有什么其他建议？如果是讲要回复这一个 email 的话啦，我们比较难去借到一台 GLA 来 review， 因为目前我们是没有跟任何的 Mercedes 厂商有任何的接洽，所以如果你是 Mercedes 厂商或者 dealer 或者 HQ 的话，有看到今天这一集影片，你们可以联络我。那我们就直接来分析一下这个 email 里面的一些细节啦。主要是他讲他从中学就开始看我的影片咯，现在 diploma 毕业半年嘛，很明显他应该是从2018、2019年这样子就已经在看我的影片了，非常感谢这个忠实老铁。所以有谁跟他一样，从我以前驾 Private 就已经在看影片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打卡一下 I love you deep deep。 那既然是刚刚 diploma 出来工作嘛，这个收入2800到3000块，想要开 GLA 呢，我不知道你讲的是新车、旧车、recon 车，我们就把它当做新车来讲啦。GLA 马来西亚目前最便宜的新车是 GLA 200，马来西亚售价呢是258888，这样子的价钱呢，我觉得以你的收入啊负担不到，可能可以，因为你有讲你是住家里，然后你是吃家里，那如果你家里人有帮你给头期28%、30%、50%的头期 ，no problem， 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要以个人的经历啊，从我以前买第一台车到现在买了无数台车过后的一个经验分享给这个忠实粉丝。那我其实觉得，如果你看中的车是 Mercedes GLA 200，OK， 它是一个 B segment SUV， 然后如果是 GLA 200的话，最便宜那款啊都要26万左右。那你买到的只是一个1300cc turbocharged 的 engine， 我觉得以你现在的收入，你现在的年纪，更应该的是钱省下来，把花在车上的钱用去更好的地方。今天呢，我觉得如果你是要一台 B segment SUV， 不要花太多钱，你要我介绍 GLA 给你，我就是害你罢了。我觉得我会介绍你 Proton 最新刚刚推出的 All New X50。那 Proton All New X50 的这一台车呢，我们之前已经有做过一个非常完整的影片了，可以在我的影片右上角这边点击进去看。那今天呢，我们来对比好不好？我们今天直接对标 Merc GLA 200跟X50两台车有什么差别？你看完过后你就知道有些钱真的该花，有些钱不该花。我们先来讲价钱啊 ，Flagship 版本的 X50 的价钱是109,300块，好像还有 Early Bird Discount 4000块，所以105,000左右罢了。GLA 200最 low spec 最底层的，你买到只是那个 logo 罢了，26万。差太远了，那这样两台车有没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来讲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 X50 的 design 啦。我觉得啊，个人主观认为 X50 的整个外观它更加 sharp、更凶、更加帅气，尤其是 flagship 版本，有一个大尾翼啦，有全景大天窗啦，多 tone 的颜色，这些全部是 GLA 没有的。你 GLA 200买回来就是一个高送，那个车的 design 啊，有小小个 spoiler 好像摩打这样不美。车身尺寸方面，很多人会觉得可能 Mercedes 会比起 Proton 的 X50 大很多，其实没有啊。我们有把这个数据拿来对比了一下，发现车身的宽度啊，宽度是最直接影响整台车的车内空间的嘛，还有那个舒适度。Mercedes GLA 200的宽度是比起 X50 呢大了24mm， 什么概念？就是1寸这样子而已。Mercedes 就大那么一点点，值得花多16万吗？我觉得不值得啦。所以整个外观，我觉得它的整个气场、整个气质看起来 X50 是不输这个 GLA 200的啦。然后当然 X50 跟 GLA 一样，它是属于一个家庭式的 B segment SUV， 乘坐体验我自己个人 try 了 X50， 我是觉得不管是在前排还是后排，坐起来都非常的舒服啦。讲到坐起来舒服，我们就要来讲一下 interior 的这个配置差别了。Proton X50 呢 ，driver side 的 meter 啊是一个8.88寸的全液晶 meter， 会比 GLA 的小一点点，可是中控萤幕啊是有14.6寸啊，在 GLA 呢却只有10.25寸的中控萤幕，差了接近
近5寸呢。整个 interior 的配色呢，在 flagship 版本的 X50看起来会更加年轻啦，就适合你吗 ？Mercedes GLA 200就比较无聊了那个颜色。再来就是 X50呢，还有一个半透明的遮阳板，这一点呢，在 GLA 200上面就没有啦。不要看它半透明，以为只是为了 fancy 啊，翻下来过后，你还可以用半透明的部分看到前方道路，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 safety features 啊。而且 Proton 的主机呢，还支持 High Proton 功能，你可以用 High Proton 来开 sunroof 啦，你可以用 High Proton 来开你的 power window 啦、冷气的操控啦等等。目前的 High Proton 功能还支援马来文，虽然我知道你可能不会用啦，但是它是一个 feature， 很多马来同胞、马来朋友他们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加分的。希望接下来 Proton 会增加多一个中文操控啦，我相信不难这个东西，终有一天应该也会有的啦。那 GLA 这个功能，相信就肯定是输 Proton 很远啦。Proton 的 Voice Command 功能是真正的很好用，很多品牌我都试过 ，Proton 的是真实好用的，你们一定要去 showroom try 一下这个功能，真的很赞。要来讲我最在意的东西了，就是引擎部分。一台车的引擎好不好啊，真的太重要了。首先我们来讲一个最直观的，就是数据上面的对比啊。GLA 200呢是一个1300cc 涡轮增压引擎 ，Proton 的 X50呢是一个1500cc 4缸涡轮增压引擎，可以爆发出181 PS， 比起 GLA 200的163 PS 来的更加强劲、更加猛啊。然后在 torque 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 ，torque 方面在 Proton 的 X50可以爆发出290的 Nm torque， 在 GLA 200却只有250，少了10多个%，少很多。油箱方面 ，Proton X50是45 L，GLA 200是43 L 啊，也是比较少啦。Transmission 一样，两者都是用4双离合变速箱，所以打成平手。不过引擎参数方面，确实 Proton X50是比 GLA 200来的更加强啦。然后有一个细节啊，可能很多人会忽略，就是 U 灯的回转半径啊。我们整理了资料过后发现 ，Proton X50其实在这一方面也是有花心思哦。这个 X50的回转半径是5.3 米，GLA 是5.7 米，多了0.3 米。在红绿灯要 U 灯的话 ，Proton X50还是比较轻松的啦。讲到日后的保养啊，要换轮胎的时候呢 ，GLA 200啊，换一条轮胎的价格一定会比 X50 Flagship 来的贵。为什么？因为 X50 Flagship 原厂给的轮胎是215 55 R18 的铝圈 ，GLA 200是235 55 R18， 轮胎更加的宽，所以换轮胎的 costing 会更加的高啊。Driving mode 方面呢 ，Proton 它不仅有普通的 normal mode， 在 Proton 叫 comfort mode 啦，还有 sport mode、eco mode， 还有一个 adaptive mode。这个 adaptive mod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自动侦测你平时的驾驶习惯，还有当时候你在驾车的时候路况啊、速度啊等等，帮你自动调节驾驶模式啊。就是你需要它有力的时候，你踩深一点油门，它会变成一个 sport mode， 让你的车更有冲劲。那如果是在 GLA 200，虽然它一样有 sport mode、comfort mode 跟 eco mode， 还有一个 individual mode， 但是你全部都是要手动调节。X50就是一个 adaptive 智能调节的这个方式，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我要超车了要换 sport mode 啊，我想要慢慢加 eco mode， 不需要，全部电脑会帮你自动分配，这一点真的太加分了。连一个德国大厂品牌的 GLA 200都没有这项功能啊 ，Proton X50确实是要给它一个 good job。而且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14.6寸的中控萤幕，还有包括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你可以用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来导航，你可以用 Adaptive 的模式切换来开车，真的太爽了啊！这 X50价格又那么便宜，对不对？而且它的中控萤幕呢，还可以实现360度高清环绕影像哦，可以把那个车整辆变透明，可以看到车底的那一种。在某些厂商叫540度啦，可是 Proton 就是360度，非常的高清。GLA 200只有 Reverse Camera 给你用不了，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你的第一台车。如果是你的第一台车的话，平时你开车可能会比较小心，要注意一下前后左右周遭环境的话 ，Proton X50的这个中控萤幕，它确实是更好的减低了很多的 blind spot。GLA 却只有 Reverse Cam， 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这样高性价比啦。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安全系统的东西。当然，在安全性方面，不是讲车价越贵就是越安全哦。X50车上有的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 Lane Departure Warning, Lane Departure Prevention, Lane Centering Control, Traffic Sign Information, Front Departure Alert 这一些功能在 GLA 200上面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可见 X50在 ADAS 2.0这一方面是完全碾压 GLA 200的，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 X50还可以做到 Auto Parking 啊，新手 Parking 真的是太简单了，直接用 Auto Parking 的方式就可以完成。而且有一个东西啊，是可能很多年轻人没有想到的 ，Showroom Service Center 真的很重要。在全马呢，我谷歌看啊，是有超过150家的 Service Center。Service Center 越多，也就是讲你的车如果要 service 什么的话，随便你家门口可能就会有 Service Center 了。但是 Mercedes 不是啦，还有一个大重点就是2台车的车价相差了14万、15万，真的是差太多了。14万、15万的价格已经可以单独去买一台 Recon 的 GR86了。假如你硬要花26万买车啦，你家里多的是钱啊，让你挥霍，不如你就买一台 SUV X50 ，OK， 因为你喜欢 SUV 嘛 ，GLA 就是 SUV， 这样你买一台 SUV 啊 ，X50， 再买一台跑车 GR86， 陪我们一起10棒跑跑。讲到10棒跑跑，当年我们是有把旧款的 X50开到雪邦赛道去做测试的，整台车开起来真的很好驾，它不是那种在中国那边照搬1:1，把所有 suspension 的 tuning 通通搬过来马来西亚，没有，有针对马来西亚的路况、马来西亚的天气、马来西亚人的驾驶习惯来为 X50做车底还有悬挂调教，所以 X50开起来真的是很爽，跑赛道都没有问题啊。GLA 我自己是没有长时间的驾过啦，所以下赛道方面的东西我就不提。那讲到旧款的呢 ，X50 这辆车真的太强了，它连续5年蝉联马来西亚最佳 B segment SUV 销量。如果一个产品不好啊，不可能会有这样好的销量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初来乍到马来西亚的这个购车环境的话，想要体验人生中买的第一台车，我觉得不需要去到比较有满足虚荣心的品牌的车款，因为通常那一些车款的性价比会比起实用性务实派的国产车，这个性价比会低很多。这一集影片我没有收波动的任何一分钱，我只是觉得年轻的朋友们不要把钱挥霍在车上先。当你以后成长了，你有生意了，你存了很多钱，你有这个消费力的时候，买 Mercedes 没有问题。到时候不要买 GLA 200，买 GLA AMG， 那个才是真正的身份地位与虚荣心并肩。但是以目前的情况，马来西亚我觉得88%以上的消费群可以 afford 得到，性价比要够高，卖出去贬值率我们用 percentage 来算，相对起德系品牌来得更加低，就是国产车、日系车。那日系车目前我觉得没有一台够 Proton X50 打了，所以我头脑里面自动就会推荐为忠实老铁粉丝 Proton X50。今天的这一个分析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当然这一切都是我自己个人主观的一个评价啦，不代表 GLA 200不好，只是性价比不比 X50 高，这个是确确实实的一个现实情况啦。我一再的强调，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车，这2台车完美吗？不完美，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我相信在这2台车，或者你可能有其他喜欢的车款上面，都可以找到更适合你自己车的一些优点。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记得 email 我们 ，email 会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